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。我的频道呢是关于种菜经验分享的。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南瓜的修剪。在我背后的这一大片呢，都是南瓜。那首先要说的呢，就是农场种植南瓜和咱们在后院种植南瓜呢，它是有所不同的。因为农场嘛，一种一大片，阳光非常的充足，种的也比较密，他们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措施来防那个病虫害。可是咱们在后院种植呢，就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，比如说阳光呀，还有你那个地方可能不够啊。一般在农场种植的话呢，他们可能都不修剪，就不用管它。可是，在我们后院种植呢，由于条件所限呢，所以多多少少都要进行一下修剪。那这个南瓜呢，适宜生长温度呢是15到30度，它是比较耐低温的，所以可以看到之前呢，在我这种的这一片南瓜呢，它们都很顺利的生长过来了。然后这个南瓜呢，它生长期呢要在4到6个月，这个跟温度呢非常有关系。我记得去年的时候，我这天气比较热，所以我的南瓜呢在8月份就已经收获了。那今年呢，因为气温普遍都比较低嘛，估计会晚1到2个月才能收。南瓜的品种也挺多的啊，有那种大型南瓜，还有中型的，还有小南瓜。像我今年种的这个呢，就是中型南瓜。那一般大南瓜的话呢，一颗就留1个大南瓜就行了。那一般小南瓜的话呢，可以留好几个。那像我这个中型南瓜的话呢，我一颗会留2到3个左右。还有就是这个留瓜的多少呢，也是要根据您的这个夏天的长短和您的就是气温，还有您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面积来决定。因为呢，这个南瓜的占地呢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去年呢，我们是用花盆种的南瓜，是用一个5加仑的花盆，每个花盆种1颗，种的是那种小型的南瓜，然后一个花盆呢，它接了有2个左右的小南瓜，也是完全可以的。那今年呢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南瓜种在了地里，因为这个南瓜呢，它的根系非常发达，因为它的生长期比较长，根系非常发达，仅仅一个花盆呢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用花盆种的话呢，你还要注意特别浇水啊，还有这个修剪呐，还有施肥啊，都要特别的精心照顾。那放在地里的话呢，就稍微省心了一点，只是占地比较大而已。这个南瓜的生长呢，对阳光的要求比较多，所以呢，在您种植的话呢，最好选择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。如果您那个架子又比较富裕的话呢，也可以让这个南瓜来爬架子，这样的话呢，它的叶片呢就可以接受更多的阳光。或者是呢，像我一样把它种在地里，种在地里呢，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可以产生不定根，在那个节点的地方产生那不定根扎在土里，这样呢，它能够吸收更多的营养，那你这个瓜呢长得就更快更好。然后呢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这个在种植南瓜的初期呢，有的时候温度比较低，经常下雨，它就有可能就是导致它氮肥过多，所以它叶片和藤蔓呢就会有一点点徒长的现象，就是长了很多的叶片和藤蔓。所以呢，一般情况下呢，等到天气转暖了之后，它就开始开花结果了。所以呢，在后期我们要对它施的是磷钾肥，而尽量要少施氮肥。像我的这一片南瓜呢，大概种了有8颗左右，是我们从种子开始育的苗。那到现在呢，已经有3个月左右了。虽然呢气温比较低，但是呢它也是在慢慢的生长的。那到现在呢，它长了很多的分支，我之前从来没有修剪过，今天是第一次修剪。那今天呢，为了给它进行一个更好的修剪呢，看得清楚一些呢，我把旁边的叶片呢整理了一下。现在呢，中间呢留下了一些我可以走路的地方，然后可以看到它在很多藤蔓上面呢，节点处呢都既有雌花也有雄花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修剪了。首先可以看到靠近根部的这些叶片呢，已经非常的密集了，其中有一些老叶儿、黄叶儿，还有一些互相遮挡的没有用的小叶片。我第一步呢，就先把它们先给剪掉。第
第二步呢是把这个靠近根部的这个比较短这个侧蔓给剪掉。那这个侧蔓已经比较长了，所以先留着。那这个侧蔓呢比较短，把它剪掉。这个侧蔓呢，它挡住了旁边的黄瓜了，长得比较长，上面的节点处呢一个花都没有，也是从根部出来的这个侧蔓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把它剪掉。因为这个南瓜呢，它是主蔓和侧蔓都可以接瓜的，所以我的这个品种的南瓜修剪的原则呢，就是留一个主蔓，还有一个生长比较旺盛的侧蔓。那这个同样的道理，这个呢也是从底部出来的侧蔓，但是它上面没有什么花，把它给剪掉。比如这个呢，看了就非常清楚一点，它这个主蔓上来之后呢，这是一个侧蔓，这个侧蔓长得已经非常长了，所以我就留着它。那这个主蔓呢，长得也非常长了，但是像这个在第二节点处呢，又长出来一个小的这个分叉，所以把这个剪掉。我主要呢就是我的这个品种呢，就是留一个主蔓，一个侧蔓，生长比较旺盛的侧蔓，那其他比较弱的侧蔓呢，就把它剪掉。然后呢，跟大家解释一下要不要打顶的问题。大家现在看到呢，这一颗呢是一个这一根呢是主蔓，那这个主蔓呢，它在长到一定长度的时候才开始有雌花和雄花。那它这个雌花呢已经有3朵了。那它这个由于温度的关系呢，我不确定这个雌花有没有授粉成功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就不对它进行打顶。要等到确定这个雌花授粉成功了之后，我再给它，比如说前面留5、6片叶子再打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顺便来看一下，这个主蔓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侧枝，然后这个侧枝呢，顺便给它剪掉。好了，好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颗呢就非常的明显，我留了一根主蔓，还有一根侧蔓。这2个藤蔓呢都是非常长的，然后上面呢也有一些雌花和雄花了，而且呢我对这2个藤蔓都没有进行打顶，我要在确定了它们雌花授粉成功了之后呢，再对它进行打顶。然后现在呢，大家可以把这些触须，因为这下面是这个水泥地，这个触须也没有用了，可以把它都剪掉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因为我刚整理过这些叶片呢，所以这叶片都是倒下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等过1、2天之后呢，它们就直立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修剪过程当中呢，如果看到有过于密集、互相遮挡的叶片呢，也把它稍微修理一下，这样呢可以让那些授粉的小昆虫进去帮助授粉，或者呢，咱们也可以人工的，如果看到这个雌花和雄花同时开放的话呢，人工帮它授一下粉，这样就能够提高咱们的一个坐果率。这些呢就是剪下来的一些藤蔓，现在这些南瓜呢都已经比较通风了，这样呢可以减少这个白粉病发生的几率。好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